15年前，雨夜，苏家老宅后院，一个小小的女孩躲在冬青丛后，浑身发抖。她叫苏之薇，5岁，刚无意间听见姑姑苏兰心在廊下打电话，语气阴狠又急切。你放心，大哥那边我已经压下去了，他查不到的。对，那丫头看见了，必须送走，永远别回来，不然我们谁都别想安稳。小女孩吓得捂住嘴，不敢出声。她太小，还不完全懂送走意味着什么，可姑姑眼里的恶意，她看得清清楚楚。没躲多久，苏兰心就带着2个黑影走进后院，脚步声越来越近。苏之薇慌不择路，跌跌撞撞往雨夜深处跑，冰冷的雨水打在脸上，混着眼泪，视线模糊。她不知道跑了多久，直到体力不支，一头栽在路边，高烧昏了过去。再醒来时，她躺在一个简陋却温暖的小屋里，一对普通夫妇守在床边，眼神温柔。男人叫赵浩，女人叫银月，是一对善良的普通人，没有孩子。捡到他时，他高烧太久，已经说不出话，像被抽走了声音的小鸟。他们给他取名赵小雨，从此世上再无苏家大小姐苏之薇，只有一个安静、听话、不会说话的女孩，在平凡的小家里慢慢长大。养父母从不隐瞒她是捡来的，但从不提她的过去，只把所有爱都给了她。赵小雨安静、懂事，因为不能说话，她习惯了观察，习惯了隐忍，也习惯了把情绪藏在心里。她长得清秀，眉眼干净，身上有一块小小的胎记，在锁骨下方像一朵淡色的小薇花。15年一晃而过，赵小雨20岁，虽然依旧不能说话，却凭着过人的设计天赋，考上了城里最好的设计学院。毕业前，拿到了苏氏集团实习 offer。苏氏集团，海城顶尖企业，苏家产业。报到那天，他站在苏氏大楼前，仰头看着高耸的玻璃幕墙，心里莫名发紧。一种遥远又模糊的恐慌，像潮水一样涌上来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他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觉得这里让他不安，像靠近了一场深埋多年的噩梦。人事部把他分到设计部，第一天上班，他安静坐在角落，认真画图，不多看，不多听，更不多说。可麻烦，偏偏主动找上门。设计部的实习生里，有个叫孟瑶的女孩，家世不错，心气高。见赵小雨沉默寡言，穿着普通，又不爱凑群，便下意识把她当成软柿子。哟，新来的，哑巴啊。孟瑶故意把咖啡不小心泼到赵小雨的设计稿上，语气轻佻。真是可惜了这张纸，不过也是，你这种人再努力又能怎么样？周围几个实习生跟着哄笑，眼神里带着轻蔑。赵小雨抬起头，眼神平静，没有愤怒，也没有委屈，只是默默拿出纸巾，一点点擦干净稿纸，然后重新拿起笔，继续画。他的平静，在孟瑶眼里成了懦弱。装什么清高？孟瑶上前一步，伸手就要推他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没有？就在这时，办公室门口传来一道低沉冷冽的男声。住手！所有人回头，门口站着一个身形挺拔的男人，黑色高定西装，眉眼锋利，气质金贵疏离，周身带着不容冒犯的压迫感。苏少杰，苏家2公子，苏氏集团副总。孟瑶脸色瞬间变了，立刻收回手，低下头，语气讨好。二少，我只是跟他开玩笑。
苏少杰目光落在赵小雨身上，眉头微蹙。女孩低着头，侧脸清秀，锁骨处隐约露出一点淡色胎记。不知为何，她心头莫名一跳，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涌上来。公司不是闹事的地方。苏少杰语气冷淡。再让我看见一次，滚！孟瑶脸色惨白，不敢再多说一句，悻悻退开。办公室恢复安静，苏少杰没再多留，转身离开。走到门口时，他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安静低头画图的女孩，心里的疑惑更重。为什么她的眉眼，她身上那股安静又倔强的气质，还有那块隐约可见的胎记，都让他觉得无比熟悉。而赵小雨在他转身离开的瞬间，指尖微微颤抖。他不知道他是谁，可他身上的气息让他莫名心慌，像靠近了一段被刻意尘封的恐惧记忆。他不知道这场相遇只是一个开始。15年的平静，从他踏入苏氏大门的这一刻起，彻底被打破。他丢失的声音，遗忘的身份，被夺走的人生，深埋多年的阴谋，都将在这座大楼里一点点重新浮出水面。实习日子一天天过，赵小雨依旧沉默寡言，却凭着出色的设计能力，渐渐在设计部站稳脚跟。他的作品干净、细腻、有温度，带着一种独特的灵气，连部门主管都暗自称赞。可孟瑶依旧处处针对他，明里暗里刁难、嘲讽、抢他的方案，甚至故意在公开场合抹黑他，说他靠不正当关系进公司。赵小雨从不辩解，只是默默把事情做好。他知道多说无益，他没有声音，没有背景，在这里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苏少杰偶尔会来设计部，每次目光都会不自觉落在赵小雨身上。他越来越觉得这个女孩奇怪，安静、隐忍，眼神干净却藏着故事。身上的胎记、眉眼轮廓，都像极了15年前失踪的那个小丫头。苏家从不对外多提当年的事，只说大小姐苏之薇幼年意外走失，多年来一直没放弃寻找。苏少杰是看着那个小丫头长大的，当年她失踪，家里乱成一团。大哥苏少泽最后疯了一样找了很久，最后却毫无线索，成了全家心底的痛。苏少杰不敢深想，可心底的猜测越来越重。他开始有意无意关注赵小雨，默默帮他挡掉一些麻烦，不动声色打压孟瑶的刁难。他从不主动和他说话，只是偶尔在他被欺负时冷冷一句，就能让对方不敢再放肆。赵小雨能感觉到他的维护，心里感激，却也更加警惕。他总觉得这个男人和他的过去有着某种看不见的联系。这天，苏氏集团举办一场重要的商业晚宴，业内名流、合作伙伴齐聚。设计部需要派实习生到场帮忙，赵小雨和孟瑶都在名单里。晚宴奢华盛大，衣香鬓影，觥筹交错。赵小雨穿着简单的素色礼服，安静站在角落，格格不入。孟瑶则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四处攀谈，刻意靠近苏少杰，语气亲昵又刻意。苏少杰冷淡疏离，全程没给他一个正眼。晚宴进行到一半，孟瑶端着2杯红酒走到赵小雨面前，脸上带着不怀好意的笑。赵小雨，你不是很能耐吗？怎么躲在这里像个透明人？来，陪我喝一杯。赵小雨摇头，拒绝。不给面子。孟瑶眼神一狠，我看你是给脸不要脸。话音未落，孟瑶抬手将一整杯红酒狠狠泼向赵小雨。
红色的酒液瞬间浸透他的素色礼服，狼狈不堪。周围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，带着看热闹、嘲讽、轻蔑的神色。孟瑶得意一笑，我就是泼你了，怎么着？像你这种没背景、不会说话的哑巴，也配待在这种场合？赵小雨站在原地，浑身湿透，冰冷的酒液贴着皮肤，更冷的是人心。他没有哭，没有怒，只是静静看着孟瑶，眼神平静的可怕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身影大步走来。苏少杰脸色阴沉的吓人，周身气压低到极致。他脱下自己的西装外套，快步走到赵小雨身边，将外套紧紧裹在他身上，挡住他的狼狈。谁准你动他的？苏少杰声音冰冷，眼神里的戾气几乎要溢出来。孟瑶吓得浑身一哆嗦，脸色惨白。二少，我只是跟他开玩笑。开玩笑？苏少杰冷笑，泼人一身红酒，叫开玩笑？他没再看孟瑶，转头看向身边的助理，语气冰冷。通知人事部，孟瑶立刻开除。另外，联系合作方全面封杀，以后海城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准录用他。不要，二少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饶过我这一次。孟瑶吓得跪倒在地，痛哭求饶。苏少杰眼神都没给他一个，扶着赵小雨转身离开晚宴大厅。走到安静的走廊，苏少杰停下脚步，低头看向怀里的女孩。他低着头，长发遮住脸，看不清表情，肩膀微微颤抖。没事了。苏少杰声音放软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心疼。有我在，没人再敢欺负你。赵小雨缓缓抬头，眼眶通红，眼里有泪光，却强忍着没掉下来。他看着苏少杰，嘴唇动了动，却发不出声音。他想问他，为什么帮我？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可他问不出口。苏少杰看着他泛红的眼眶，看着他眼里的委屈、倔强、恐惧，心里一紧，终于忍不住，轻声开口：你是不是苏之薇？这三个字像一道惊雷，狠狠劈在赵小雨心上。他浑身一震，脸色瞬间惨白，猛地后退一步。苏之薇这个名字像一道被深埋15年的封印，在这一刻被狠狠撕开。他怎么会忘了？他不是赵小雨，她是苏之薇，苏家的大小姐。15年前被姑姑苏兰心陷害、丢弃，差点害死的那个小女孩。记忆的碎片瞬间涌上来，雨夜、冬青丛、姑姑的恶语，两个黑影，狂奔、高烧、昏迷，头剧烈疼痛，像要炸开一样。他捂住头，浑身发抖，眼前一黑，直直倒了下去。苏少杰抱着他，心脏狠狠一缩。是他，真的是他，15年了，他终于找到他了。赵小雨再次醒来时，躺在一间宽敞奢华的卧室里，柔软的大床，精致的装潢，窗外是开阔的庭院，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，温暖却陌生。这不是他的小出租屋，也不是养父母的家，是苏家老宅。他撑着身子坐起来，头还有点晕，记忆混乱又清晰。苏少杰的那句你是不是苏之薇，像烙印一样刻在脑海里。门被轻轻推开，一个穿着华贵、气质温婉的中年女人走进来，眉眼温柔，眼底带着小心翼翼的关切。是苏夫人，林婉。林婉走到床边，看着他，眼眶泛红，声音带着哽咽：微微，你醒了。
赵小雨看着他，眼神警惕又茫然。林婉是苏少泽和苏少杰的母亲，当年最疼这个小女儿。她失踪后，林婉几乎哭瞎了眼睛，这么多年从未放弃寻找。我是妈妈。林婉伸出手，想轻轻碰她，又怕吓到她，语气温柔又心疼。15年了，妈妈终于找到你了，我的好孩子。赵小雨往后缩了缩，避开他的手，嘴唇动了动，依旧发不出声音，只能发出一点微弱的气音。林婉看着他的样子，心疼的掉眼泪。没关系，慢慢来，不着急说话，我们都在，以后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。这时，苏少杰走进来，手里端着温水和药。他看着醒来的赵小雨，眼神温柔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。感觉怎么样？头还疼吗？赵小雨看向他，眼神复杂。是他认出了他，是他把他带回了苏家。可这里是他噩梦开始的地方，是他的亲生家人，却也是他恐惧了15年的地方。为什么？他艰难地动着嘴唇，发出微弱又沙哑的气音。带我回来。苏少杰看着他，语气认真又心疼。因为你是苏之薇，是苏家的大小姐，是我们找了15年的亲人，这里是你的家。家？赵小雨眼底闪过一丝嘲讽和恐惧。这里不是家，这里是他被背叛、被丢弃，差点死掉的地方。他的家是那个简陋却温暖的小屋，是养父母给他的爱和安稳。我不是苏之薇。他艰难地摇头。我是赵小雨。林婉急忙说，傻孩子，你就是苏之薇，锁骨下有一块小未花胎记，对不对？你5岁那年失踪，那天晚上下大雨，你穿着粉色小裙子，对不对？这些细节只有苏家人才知道。赵小雨浑身一震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。是真的，她真的是苏之薇。15年前，她被自己的亲姑姑苏兰心陷害、丢弃，生死未卜。而她的亲生家人找了她15年，愧疚、委屈、恐惧、怨恨、茫然，无数情绪交织在一起，压得她喘不过气。就在这时，门被猛地推开，一个高大挺拔的男人快步走进来，面容英俊，气质成熟稳重，眼底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和心疼，是苏家长子苏少泽。他走到床边，看着赵小雨，眼眶通红，声音沙哑，微微，我的妹妹。苏少泽是当年最疼他的人，他失踪后，他自责了15年，痛苦了15年，这么多年从未停止寻找。赵小雨看着他，眼泪流得更凶。苏少泽伸出手，小心翼翼地抱住他，动作轻柔，生怕弄疼他，语气哽咽，对不起，微微，对不起，是哥哥没保护好你，让你受了15年的苦，对不起。温暖的怀抱，真诚的愧疚，15年的思念和心疼，一瞬间全部涌上来。赵小雨靠在他怀里，无声痛哭。这么多年的委屈、孤独、恐惧，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出口。他不是没人要的孩子，他有家人，有疼他的哥哥，有找了他15年的妈妈。可与此同时，那份深埋心底的恐惧和怨恨也从未消失。他想起了姑姑苏兰心，想起了15年前那个雨夜，他阴狠的眼神和恶毒的话语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？都是一家人，他为什么要陷害他、丢弃他、置他于死地？还有，这15年他在苏家
过得风生水起，享受着本该属于他的一切，心安理得吗？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一道阴冷的声音：哟，醒了，真是稀客啊，我们苏家失踪15年的大小姐。赵小雨猛地抬头，门口站着一个穿着精致、妆容艳丽的女人，眉眼刻薄，眼神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和轻蔑。苏兰心，她的亲姑姑，15年前毁掉她人生的人。四目相对的瞬间，赵小雨浑身一颤，下意识往苏少泽怀里缩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憎恨。苏兰心看着他害怕的样子，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，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和警惕。他没想到这个小丫头竟然还活着，15年了，他以为她早就死在那个雨夜了，没想到她不仅活着，还回来了，回来找他了。苏兰心压下心底的慌乱，故作镇定地走进来，语气虚伪又嘲讽：真是可怜，失踪15年，回来就成了这副样子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不过也好，省得开口乱说，惹大家不高兴。这话明显带着威胁。赵小雨看着他，眼底的恐惧渐渐被恨意取代。他知道苏兰心不会善罢甘休，当年他能狠心丢弃5岁的他，现在也一定会想办法再次除掉他。而他再也不是15年前那个无助弱小的小女孩了。他回来了，带着15年的隐忍、坚强和恨意回来了。他要查清当年所有真相，他要让苏兰心为他当年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这天，苏家举办家宴，所有亲戚都来了，热闹非凡。苏兰心穿着华贵，周旋在亲戚之间，深得长辈喜欢。宴席上，苏兰心故意提起赵小雨，语气虚伪又惋惜：我们微微真是可怜，失踪15年，吃了那么多苦，现在回来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以后有姑姑在，姑姑会好好疼你，照顾你的。说着，他伸手想去摸赵小雨的头，动作亲昵，眼底却藏着一丝恶意。赵小雨下意识往后躲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恐惧和厌恶。这个细微的动作被苏兰心捕捉到，他眼底闪过一丝阴狠，随即又换上委屈的表情。微微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不喜欢姑姑？周围亲戚纷纷劝说。微微，别不懂事，兰心也是为你好。是啊，这么好的姑姑，你要懂得珍惜。林婉也笑着说。微微，快叫姑姑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赵小雨身上，带着期待、好奇，也有一丝看热闹的意味。赵小雨看着苏兰心虚伪的脸，看着她眼底隐藏的恶意，15年前的恐惧再次涌上心头，头又开始剧烈疼痛，眼前发黑。他猛地站起来，踉跄着往后退，嘴里发出痛苦的呜咽声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抗拒。不要！话音未落，他眼前一黑，再次晕倒在地。微微，苏少杰第一个冲过去，一把抱住他，语气慌乱心疼。宴席瞬间大乱。苏兰心站在原地，看着晕倒的赵小雨，眼底闪过一丝得意和阴冷，随即又换上担忧的表情。怎么会这样？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，吓到他了？林婉急忙摆手，不关你的事，是微微身体太虚弱了。苏少泽脸色阴沉，冷冷看了苏兰心一眼，没说话，2次了。只要苏兰心靠近，或者提起当年的事，微微就会失控晕倒，这绝不是巧合。
难道当年的事真的和苏兰心有关？苏少泽心里的疑惑越来越重，而苏兰心看着混乱的场面，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。苏之薇，你以为你回来了就能斗得过我？太天真了。当年我能让你消失15年，现在我照样能让你再次身败名裂，甚至彻底消失。晕倒的赵小雨被扶回房间休息，醒来后，他坐在窗边，看着窗外的夜色，眼神平静，却带着一丝坚定。他知道苏兰心不会放过他，而他要开始反击了。第一步就是找到当年的证据，揭穿苏兰心的真面目。他想起了养父母，当年他被捡到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东西，有没有线索？第二天，赵小雨悄悄离开了苏家，回到了养父母的小家。养父母看到他回来，又惊又喜，也很心疼。赵小雨用文字和他们交流，询问当年捡到他时的细节。养父母回忆了很久，说当年捡到他时，他身上只有一块小小的刻着苏字的玉佩，还有一件粉色小裙子，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。玉佩，赵小雨眼睛一亮，那块玉佩是苏家的信物，每个嫡系子女都有一块，刻着自己的名字，他的那块刻着一个威字。当年他慌乱逃跑时，玉佩不小心掉在了地上，被养父母捡到，一直保存到现在。养父母把玉佩拿给他，一块小小的温润的玉佩，上面刻着一个清晰的威字。这是证明他身份的重要证据，但还不够，他还需要能证明苏兰心陷害他，丢弃他的证据。就在这时，养父母又想起一件事，当年捡到你时，你手里紧紧攥着半张撕碎的纸条，上面有几个模糊的字，好像是兰心处理之类的，我们当时没在意，一直收在盒子里。赵小雨的心猛地一跳，半张纸条，上面有苏兰心的名字，这就是证据。养父母很快找出一个旧盒子，里面放着半张泛黄的纸条，上面的字迹模糊，却能隐约辨认出兰心处理，别留后患几个字，是苏兰心的字迹。赵小雨紧紧攥着半张纸条，指尖微微颤抖，眼底闪过一丝恨意和激动。他终于拿到了能揭穿苏兰心真面目的关键证据。苏兰心，你当年欠我的人生，欠我的15年，我会一点一点全部讨回来。拿到半张纸条和玉佩后，赵小雨心里踏实了很多，这是他扳倒苏兰心的第一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。他把玉佩和纸条小心翼翼收好，悄悄返回苏家。回去后，他依旧保持沉默，依旧对苏兰心恭敬疏离，不动声色，不让对方察觉到任何异常。苏兰心以为他还是那个胆小怕事、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，依旧处处刁难、试探，暗中使绊子，却不知道赵小雨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无助的小女孩，她手里已经握住了能置她于死地的证据。赵小雨开始暗中调查苏兰心这15年的所作所为。他发现苏兰心不仅当年陷害他、丢弃他，这些年还暗中挪用苏氏集团的公款，中饱私囊。他排除异己，打压公司里不听话的元老和员工。他甚至还暗中勾结外人，泄露公司机密，谋取私利。桩桩件件都足以让他身败名裂，锒铛入狱。赵小雨把这些证据一一收集、整理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扎实。苏少杰一直在暗中帮他，利用自己在公司的资源，帮他调取资料、核实信息，保护他的安全。
他看着赵小雨冷静、隐忍、一步步布局的样子，心里既心疼又敬佩。心疼他经历了这么多苦难，变得如此坚韧、隐忍；敬佩他的冷静、理智、勇气。明明心里藏着那么多恨和痛，却能不动声色，步步为营。微微，苏少杰私下里问他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？赵小雨看着他，眼神坚定，用文字回复，等一个合适的机会，一击即中，让他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。他要的不是小打小闹，不是让苏兰心受一点小惩罚，他要的是让他身败名裂，失去一切，为他当年的所作所为付出最惨痛的代价。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。苏家年度股东大会也是苏家最重要的场合，所有股东、元老、家族核心成员全部到场，公开透明，万众瞩目。这是苏兰心最在意、最想巩固自己地位的场合，也是他最放松警惕、最得意的时候。赵小雨决定，就在这一天，当众揭穿苏兰心的所有罪行。股东大会当天，会场庄严肃穆，气氛紧张。苏兰心穿着精致的职业装，妆容得体，笑容自信，坐在股东席上，意气风发，俨然一副苏家女主人的姿态。凌婉、苏少泽、苏少杰都坐在主位，神情严肃。赵小雨坐在苏少杰身边，穿着简单的白色连衣裙，安静、沉默，眼神平静，看不出任何情绪。苏兰心偶尔看向他，眼神里带着一丝轻蔑和得意，仿佛在说，你再努力也斗不过我。会议进行到一半，苏兰心起身发言，汇报自己分管的业务，语气自信，滔滔不绝，时不时还暗示自己劳苦功高，为苏家付出了很多，应该得到更多的权利和利益。发言结束，他看向众人，笑容得体。各位股东、长辈，这些年我为苏家尽心尽力，问心无愧。以后我也会继续努力，为苏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话音刚落，台下响起一片掌声。苏兰心得意一笑，正要坐下，就在这时，一道清冷、平静却带着十足穿透力的声音响起，你不配。全场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看向声音来源处，是赵小雨。他缓缓站起身，身姿挺拔，眼神平静，却带着一股无形的压迫感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他能说话？苏少泽、苏少杰、凌婉也一脸震惊，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苏兰心脸色瞬间一变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和警惕。你说什么？你怎么能说话？赵小雨看向他，眼神冰冷，没有一丝温度。我能不能说话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，苏兰心，这些年你做的那些事，你心里清楚。苏兰心强装镇定，厉声呵斥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？你别血口喷人。血口喷人。赵小雨勾唇，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嘲讽。15年前，你陷害我，丢弃我，想置我于死地，是不是你？你胡说。苏兰心脸色惨白，眼神慌乱。你失踪是意外，跟我没关系，你别在这里乱说话，破坏家族和睦。没关系。赵小雨拿出那块刻着“微”字的玉佩，举到众人面前。这是我的玉佩，15年前我慌乱逃跑时掉在地上，被养父母捡到。还有这个。他又拿出那半张泛黄的纸条，上面模糊的字迹清晰可见。
这是当年你写的纸条，上面写着兰心处理，别留后患，是不是你？全场哗然，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看向苏兰心，眼神里充满了震惊、疑惑、鄙夷。苏兰心浑身发抖，脸色惨白如纸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慌乱。铁证在前，全场哗然。苏兰心彻底慌了阵脚，苏少杰同步起身，当众公示所有核查资料，桩桩铁证，清晰详实，无可辩驳。苏兰心精心伪装15年的温柔和善、顾家明理的面具，在众人面前彻底碎裂。他蛇蝎心肠、自私狠毒、贪婪妄为的真面目暴露无遗。往日依附追捧他的族人瞬间倒戈，全场指责声此起彼伏。众叛亲离的苏兰心彻底崩溃，瘫软在地，痛哭求饶，可再也无人怜悯半分。苏家宗族当场裁定，废除苏兰心所有家族身份、职权，将其永久逐出苏家。所有犯罪证据同步移交司法机关，数罪并罚，等待苏兰心的终将是法律的严惩与牢狱的余生。转眼时光荏苒，阳光和煦的海边，苏少杰单膝跪地，手持钻戒向挚爱告白。他细数过往亏欠与守护，承诺余生岁岁相伴，不离不弃，倾尽所有温柔，护他一生安稳顺遂。历经爱恨纠葛，风雨并肩，苏之薇早已看清他的真心，动容点头，应允余生相守。盛大温柔的婚礼如期而至，没有阴谋算计，没有恩怨纠葛，只剩满心欢喜与真挚祝福。从此，过往黑暗尽数散尽，万般温柔如期而至。苏之薇褪去半生风雨，收获圆满亲情、滚烫爱情与顺遂事业。与苏少杰岁岁相守，年年向暖，余生安然无忧，岁岁皆甜。